江爷爷拿着皮球和福宝玩耍着，江爷爷拿着皮球不断往福宝的头上弹，给福宝弹得晕乎乎的。今天早上，江爷爷来到园区，拿来皮球和福宝玩耍。开始福宝被江爷爷投来的皮球吓了一跳，皮球被弹到了一边，江爷爷小碎步跑过去捡皮球。江爷爷将皮球捡过来后，重新将皮球递给福宝。看样子，江爷爷是想教福宝玩皮球。江爷爷通过滑梯平台的坡度挑逗着福宝，皮球不断被爷爷推上去，紧接着不断滑落，而福宝则激动的不断伸出手去抓爷爷的皮球。福宝紧盯皮球，等一下福宝看准机会，一下将皮球抱在了自己的怀里。这时碰巧圣谢阿姨来到园区为福宝打扫卫生，江爷爷请圣谢阿姨给自己拍照留念。江爷爷拿着竹子试图再次将皮球抢过来，江爷爷将皮球再次拿过来后，先是给福宝展示了一下皮球的正确用法，对着小木床上拍打了几下，之后江爷爷对着福宝的头连续弹了3下。福宝伸手问爷爷要皮球，表示自己也想玩，也想拿爷爷的头试一试，而圣谢阿姨则在旁边记录着福宝和爷爷的玩耍过程。一会儿，江爷爷将皮球拿走后，再次来到园区，用竹子给福宝挠着痒，顺便给福宝梳理一下毛发。福宝身上的肉被爷爷用竹子挠得一晃一晃的，福宝想抢过爷爷手里的竹子，福宝张大嘴巴示意爷爷别闹了，而江爷爷却觉得这个很好玩。福宝受不了爷爷的骚扰，转头坐到了滑梯平台的另一侧。一会儿，福宝爬到了树顶，福宝心想，这样爷爷就够不着自己了。福宝坐在树上，转头观察爷爷在干嘛。而爷爷为了弥补福宝，这次给福宝送来了一块胡萝卜。江爷爷将胡萝卜插在竹子上，递给福宝。福宝接过爷爷的萝卜来后，调整了一下位置，将上面插着的竹子扔掉了，然后在树上乖乖吃着胡萝卜。福宝吃完胡萝卜后，看到爷爷走了，福宝从树上下来，继续吃爷爷刚放置的新竹子。宋爷爷正在偷偷记录着福宝爬树时的样子。宋爷爷小声跟姨姨告状，说福宝又让自己加班了。此时宋爷爷正站在门口，等待福宝在树上玩够了，从树上下来。但结果福宝不但没有从树上下来，反而又坐在树上打起了盹儿。爷爷没有办法，只能干等。爷爷拿来扫把给福宝打扫着园区，仔细为福宝清理着福宝的小木床。而今天的这个竹子扫把，其实爷爷做了2把，另一把则在乐宝那里。今天早上乐宝一大早就收到了爷爷给自己准备的大扫把玩具。乐宝仔细闻了一下竹子扫把，感觉气味还不错。乐宝拿起大扫把，对着扫把就是一大口。乐宝一口就将其咬断了，但是味道并不是很好。乐宝给扫把转了过来，尝了一口扫把头上的竹叶，只是尝了一口，乐宝就给其丢到了一边，心想这是什么竹子？是熊能吃的吗？然后潇洒转身离开，跑回了家，一点也不委屈自己。乐宝走后，宋爷爷来到园区，在为乐宝打扫卫生时，发现许多姨姨在拍自己。宋爷爷也拿出手机，反向拍姨姨们。宋爷爷和游客们玩得不亦乐乎，但宋爷爷殊不知自己白天有多开心，晚上就有多痛苦。宋爷爷为福宝打扫完园区后，福宝依旧没有要下来的意思。宋爷爷站得都累了，于是便坐在了福宝的小木床上，继续苦等福宝从树上下来。这时天色已经明显变黑，而福宝室外园区里面的灯也都已经打开了。宋爷爷在下面不断哄着福宝，毕生所学的夸赞词汇都用上了。福宝看到爷爷诚恳的眼神，同意了爷爷的请求。福宝从树上慢慢往下爬，但爬到一半，福宝一转头，宋爷爷离开了。福宝坐在树杈中又不动了，宋爷爷又折返了回来，继续看着福宝。福宝这才继续从树上往下爬。福宝从树上下来，站在小亭子上，观赏着园区里面的灯光，灯光照在福宝身上，多了些许温馨。福宝欣赏完园区的傍晚风景后，这才朝爷爷走去，跟着爷爷乖乖回了家。爱宝对福宝爱到想把福宝吃掉，但又舍不得。爱宝轻轻咬着福宝的皮毛，表达着自己的爱意，但福宝只觉得妈妈这样咬自己让自己很痒，福宝痒得受不了，钻到了妈妈的怀里，而这正合爱宝的意，这样可以更好的和福宝贴贴了。福宝被妈妈压在怀里，头上的褶子都快被压出来了。一会儿，福宝趁妈妈不注意，自己偷偷从树上溜了下去，而爱宝这时也困了，躺在树上睡了会觉。福宝自己来到了独木桥上，福宝趴在上面自顾自地玩着。每每看到福宝这惬意的样子，我才明白福宝的小时候是有多无忧无虑。从小和妈妈生活在一起的福宝，不管是吃饭、睡觉、玩耍，都是陪伴在妈妈的身边，是爱宝一手将福宝抚养长大。爱宝每天对福宝言传身教，虽然爱宝喜欢揍福宝，但将爷爷解释这是在教福宝自保的手段。但福宝这完全将身体贴在地上拉青团的姿势，爱宝连连摇头表示这不是自己教的。
福宝小眼睛向上看去，像是在说这可是自己自创的。除此之外，就连福宝吃竹子的样子也都是学着妈妈的样子来的。母女俩这坐在小木床上一起吃竹子的模样简直神同步。不过福宝对于吃竹子的姿势喜欢举一反三，看福宝这躺在滑梯上的样子，绝对又是自己自创的，爱宝根本学不来。福宝慵懒的躺在上面，像是一个老大爷的模样。爱宝看到福宝这个样子后，让福宝坐起来好好吃饭，这样容易不消化。而福宝健康长大，也不能忘了2个爷爷的辅助，比如从小宋爷爷就教福宝玩石头剪刀布，但福宝总是输，玩到最后福宝生气的都想咬爷爷了，表示爷爷也不知道让着人家女孩子点。玩输了的福宝撒娇的躺在床上，表示自己不玩了。宋爷爷急忙向福宝道歉，给福宝按摩。福宝表示自己生气了，哄不好的那种，不想让爷爷碰自己。而江爷爷这则是全方位教导福宝，教导福宝吃饭时要面对游客，吃窝头时要抬起头，礼貌的这方面都是从江爷爷这儿学来的。福宝的小时候真是在蜜罐里长大的，是江爷爷年轻的时候。此时的江爷爷正在学习如何照顾大熊猫，当然并不是福宝一家，而是1994年第一批去韩国的大熊猫明明和丽丽。这是韩国新闻在报道明明和丽丽去韩国的消息。 중국을 대표하는 동물이자 세계적인 희귀 동물인 판， 就是现在照顾福宝一家的江爷爷。这时的江爷爷明显是一位年轻帅小伙，而就从此时，江爷爷每天都是一边照顾明明和丽丽，一边进一步的去学习照顾大熊猫的知识。很快时间到了饲养员们期待已久的明明和丽丽相亲的日子，但是这次相亲并没有成功。但好消息是，明明和丽丽俩熊在一起时玩得很开心。而到了1998年，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，明明和丽丽返回了中国。之后明明和丽丽回国后，江爷爷去看过他们。那时江爷爷为了照顾后来的大猩猩，留了一脸的胡子。明明和丽丽回国后不久，相关人员发现明明和丽丽没有成功生育的原因，原来是因为明明和丽丽都是小公主，因为大熊猫在4岁之前是很难区分男女的，所以才造成了这一误会。直到看见福宝探着小脑袋仔细听游客吵架的声音，我才知道原来大熊猫也喜欢听八卦。此时画面是非静止状态，福宝将手里的竹子放下，小手合十放在一起，仔细聆听着外面的声音，小耳朵还一动一动的，不知道韩国人吵架福宝到底听不听得懂。一观看了5分钟福宝听八卦的模样，然后重新去排队。一会儿一回来时，福宝来到了通道门口，等待爷爷给自己开门。福宝营业累了想回家了，福宝在门口坐着坐着不小心睡着了。此时通道门已经打开了，一会儿不知道福宝是不是听到了姨姨们叫自己的声音，福宝醒了过来，但福宝依旧没有急着回家，可能是门口处于通风口的位置比较凉爽，福宝只是想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福宝休息完回到小亭子上继续吃竹子，福宝将小亭子上的竹子全部解决完，随后一转身趴在了小亭子上，紧接着小尾巴一跳，福宝便开始了制造青团。拉完青团后，福宝舒服的一个转身，此时福宝的心情格外愉悦。与此同时，乐宝现在也正在营业，爷爷给了乐宝一个竹筒，乐宝喜欢的弯下腰就开始对其蹭来蹭去，乐宝蹭了半天，而竹筒并没有在乐宝的身下。乐宝对其喜爱玩坐起身，手一抬，不小心给竹筒推到了小亭子下面，与其配套的还有一个小牙刷，但乐宝只是对其闻了闻，还有旁边的竹子都没有去吃。一会儿乐宝回家休息，宋爷爷来到园区，将刚才的竹筒以及乐宝没玩的牙刷一起带了回去，这样大熊猫展览馆又会多一件乐宝玩过的玩具了。而福宝这儿刚才回家休息时，爷爷给福宝打扫了园区，以及放置了新的竹子。这干干净净的小亭子把福宝衬托的既整洁又淑女。话刚说完，福宝就被竹子打到了鼻子，福宝的痛苦面具都出来了。果然还是在这不拘小节下，福宝才最舒服。福宝吃着吃着又半躺了下来，舒适感满满。伸手能碰到的竹子，福宝绝对不会多走一步，最多往前爬一爬。早上宋爷爷来看福宝，此时福宝身上沾了一身的青团残渣，看样子昨晚福宝应该是在自己青团里打滚了。爷爷问福宝昨晚有没有做个好梦，爷爷表示此时301住户正在睡觉，而101的住户刚刚醒来，正在做舒展运动。宋爷爷像是在跟福宝汇报工作，工作汇报完，宋爷爷来到爱宝这儿，此时大宝正在爱宝怀里疯狂的进食着。爷爷表示2只熊猫宝宝在吃奶时也有很大的不同。爷爷说大宝吃奶时需要妈妈的帮助，经常找不到正确的下嘴位置。说着，爷爷伸手开始为大宝调整姿势。
而二宝吃奶时则是看上去很忙的样子，喜欢疯狂的为自己调整姿势，生怕自己吃慢了。爱宝看大宝吃差不多了，给大宝调整了一下姿势，开始帮熊猫宝宝排便。熊猫宝宝立马转过头表示自己还没有吃完呢，妈妈不要这么着急。但爱宝才不管呢，爱宝有自己的想法，当妈妈的有一切解释权。爱宝给熊猫宝宝喂完奶后，去到隔壁吃竹子。这时爷爷拿来体重秤来给熊猫宝宝测量体重。爷爷将熊猫宝宝放进去后，熊猫宝宝呆萌地抬着头看着爷爷，很是乖巧。测量完体重，爷爷将熊猫宝宝放回去。就在爷爷调试机器时，熊猫宝宝突然发出狗叫，吓了爷爷一跳。熊猫宝宝这是自卫表现，看样子是又把爷爷当成敌人了。爱宝吃完竹子回来，将熊猫宝宝放在身下，继续为其舔舐身体。爷爷说，熊猫宝宝长大后，爱宝再也没那般细节了。而现在爱宝起床时，也不再管熊猫宝宝，而是醒来就问爷爷要竹子吃。对于熊猫宝宝怎么样，要等爱宝吃饱之后再说。第二天，宋爷爷来到室外看乐宝营业。就在乐宝吃窝头时，天空飞过一架直升机，乐宝丝毫没有受影响。爷爷表示，乐宝是真男人，临危不乱。而与此同时，福宝现在是一名大侠，正戴着爷爷给的草帽行江湖里。福宝对着爷爷给的草帽蹭来蹭去，福宝喜欢草帽的味道，还情不自禁地尝了一下其味道。最后福宝想把自己整个都装进草帽里。福宝看着爷爷一直盯着自己，不好意思了，侧过身去。爷爷说，福宝这个姿势更妖媚了，像是一条美人鱼。福宝优雅地将草帽扔到地上，转身继续吃竹子。爱宝此时正趴在宋奶爸面前吃着窝头，全然没有管身后的熊猫宝宝。此时的爱宝这个样子，就像是在和奶爸撒娇一样，简直不要太可爱了。宋爷爷说，这样吃窝头会更舒服。爱宝在爷爷面前沉浸式的表演着吃播，一时爱宝和宋爷爷都忘记了熊猫宝宝的存在。好在熊猫宝宝现在正在睡梦中，并不知道爷爷和妈妈的这一行为，不然熊猫宝宝要以为自己是捡来的了。爱宝吃完窝头后，还不忘舔舔掉在地上的窝头残渣。而今天爷爷发现，爱宝在熊猫宝宝的房间拉青团了。之前在熊猫宝宝小的时候，为了给熊猫宝宝营造一个好的环境，爱宝总是去到隔壁房间拉青团。看样子现在的熊猫宝宝对爱宝来说真的长大了，自己不用再那样累了。爱宝拉完青团后，爷爷来给爱宝打扫房间，顺便先给熊猫宝宝测量了一下体重，4.2千克。测量完体重，爷爷开始对爱宝的青团进行清理。清理完青团，爷爷还不忘再进行一遍消毒。经过爷爷的打扫，房间再次焕然一新。打扫完房间，宋爷爷回到办公室，为熊猫宝宝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小床。看二宝躺在里面的样子，还是很舒服的。照顾完2只熊猫宝宝后，爷爷来到室外陪福宝。此时福宝正享受自己的窝头，听见爷爷叫自己，也没有去理会，而是继续埋头吃窝头。看样子今天的窝头福宝很满意。就这样，爷爷看了一会儿福宝的吃播。第二天，爷爷再来看爱宝时，爱宝怀里的熊猫宝宝已经变成二宝了。二宝正埋头疯狂干饭，二宝吃饭根本不需要帮忙，自己就能吃得很好。一会儿，爱宝察觉到二宝没有再继续吃了，直接给二宝来了个倒转，开始为二宝舔脸。二宝疑惑，妈妈是不是刚舔了自己的屁股，气味怪怪的。二宝不断反抗着，让妈妈住手，但爱宝才不管呢。爱宝换了个姿势，强行为二宝舔舐。舔舐完，爱宝的工作便完成了。爱宝放二宝在一旁，自己去吃竹子。而爷爷则趁二宝睡觉时过来给二宝测量体重。此时二宝迷迷糊糊的就进了筐里。二宝的体重是4.4千克，比大宝重了2斤。爷爷给二宝放下来后，二宝对着爷爷就来了一声狗叫。看样子二宝是要跟爷爷抢地盘，表示爷爷占了自己的领地。而爷爷表示二宝干得真棒，以后遇到敌人就要这样。这周宋爷爷和江爷爷同框，一起祝粉丝朋友们中秋节快乐。短短几秒钟的镜头，2个爷爷彩排了好几遍。另外2个爷爷表示，10月6日是2个熊猫宝宝名字的最终投票日，10月5号爷爷会开直播，和大家一起讨论其名字问题。这周爷爷们给2只熊猫宝宝换了新家，因为小竹筐已经盛不下现在熊猫宝宝的体型了，爷爷为其安排了一个简约时尚的大床。这一下，不管是大宝使用还是二宝使用，都可以自由爬行了。此时是晚上12点，爷爷表示二宝刚吃完奶，正在安心入睡，等4点左右，爷爷会来辅助二宝排便。
第二天早上，爷爷来到爱宝房间，此时大宝正在爱宝怀里吃奶。爷爷看爱宝困到眼睛都睁不开了，爷爷表示没关系，让爱宝安心入睡，自己会帮忙扶着大宝的。爱宝听到奶爸的话，转过头睡去，像是在跟奶爸说，那就拜托奶爸了。将爷爷贴心的扶着熊猫宝宝，还在背后为其按摩。爱宝喂完奶后，将爷爷去拿来了胡萝卜，为爱宝补充营养。爱宝吃完后坐了起来，来到奶爸身边，问奶爸还有没有了。爷爷表示自己早为其准备好了。爱宝坐到角落，吃着奶爸给自己准备的大竹笋以及其他小零食，吃开心的爱宝还走到奶爸身边，和奶爸分享自己的喜悦。爷爷表示，自从大宝的体重被妹妹赶超后，大宝每天都在努力的吃，努力的成长，试图在反超妹妹。而且现在大宝可以做到很自然的给自己原地转圈了。但这时由于自己的胳膊被护栏挡住了，有点费劲儿，但大宝仍然没有放弃，不断的挣扎，最后成功给自己转了过来。转过来后，大宝看到爷爷在，还深情的和爷爷对视了一下。9月22日，爷爷来到爱宝房间，给房间打扫卫生的同时，还给熊猫宝宝测量了一下体重。大宝在爷爷打扫卫生的时候一点也没被影响。当爷爷手去碰大宝时，大宝一下睁开了眼睛。爷爷将大宝放入体重秤，4235克。爷爷表示大宝有在好好长大。之后，爷爷又对大宝所在的位置进行了擦拭，让其安心入睡。今天下午，依依去看福宝时，碰巧赶上了福宝睡觉的时间。福宝一睡就是3个小时，依依反复排队，始终没等到福宝醒来。依依想趁福宝睡觉的时间去看看乐宝，没想到乐宝也在睡觉，于是依依便反复排队，只为看一眼福宝醒来时的样子。依依表示，福宝从自己12点来的时候就在睡觉，一直睡到下午3点。福宝睡意朦胧的抬头看了看窗外的依依，就在依依以为福宝要起床营业时，福宝转头又睡着了。不过此时乐宝已经开始营业了。乐宝坐在小木床上给游客们表演着吃播。5分钟过去，依依重新去排队。这次回来时，时间变到了下午5点。不过依依看到了江爷爷来室外放窝头的画面，这表示一会儿福宝就要来室外园区营业了。话刚说完，福宝就迈着愉快的步伐跑了进来。福宝蹦蹦跳跳的来到了小木床上，拿到爷爷放置的窝头后，一个帅气的转身，坐在小木床上便开吃。室外园区可以比室内园区观看的时间要长，可以观看20分钟。福宝仰着头，惬意的吃着窝头，太阳光照射在福宝的身上，福宝的锅巴色会越加明显，除了面部身体都是锅巴色跟黑色。福宝吃完窝头后，又简单的吃了几根竹子。福宝手拿一把竹叶坐了起来，福宝一边吃着手里的竹叶，一边看向通道门口。福宝这是时刻准备着往家跑呀。福宝看着通道门口并没有动静，便又转身乖乖坐好继续吃，直到将小木床上的竹子全部吃完。福宝从小木床上下来，福宝走到小亭子旁，圆溜溜的小眼睛向上看去。福宝这古灵精怪的模样真是可爱。福宝来到小亭子上后，抓着树干3两下就爬到了第一个树杈中。福宝站在树杈上，左瞅瞅右看看，爬去了旁边树杈。福宝站在一根不知道比自己细多少倍的树枝上，看得窗外的姨姨们心惊胆战的。福宝蹲下，抓着中间树干，灵活的跳了上去，紧接着又去到了旁边的主干，这边明显要安全很多。来到树上后，福宝突然又不开心了。福宝的不开心很是突然。福宝从树上下来，来到小木床上，对着自己的竹子就是一顿拍打，将其全扔到了地下。但这也并不能使福宝冷静。福宝又爬到了树上，之后又从树上下来，来到了小瀑布旁。可能是因为马上国庆节了，福宝想提前下班回家庆祝国庆。福宝来到门口，让爷爷给自己开门，表示快让自己回去。最后爷爷在福宝不断的折腾下妥协了，将通道门打开。福宝回了室内园区。今天江爷爷来到园区，和乐宝诉说起了乐宝来韩国7年的这点点滴滴。乐宝是4岁时来的韩国，而今年乐宝已经11岁了。爷爷表示，过去这7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曾经的乐宝还是个少年，而现在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。爷爷在说乐宝是3个孩子的父亲时，有一种为乐宝感到开心和骄傲的感觉。江爷爷表示，自己和乐宝见第一面时，乐宝就很开心，当时爷爷很感动，乐宝能够喜欢自己，而爷爷便认定乐宝是个容易相处的人。乐宝此时表示，奶爸别说了，不用再说了，都在心里。爷爷解释道，当时第一次见爱宝和乐宝时，爱宝对自己稍微有点冷淡，所以对于爱宝，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才与其成为朋友。而乐宝就像是个自来熟，小时候江爷爷喊乐宝，一喊乐宝就过来，
还喜欢在江爷爷面前展示自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小熊，给江爷爷俘获的一愣一愣的。爷爷表示，当时是乐宝给予的自己信心。现在虽然江爷爷每天忙于爱宝、福宝以及双胞胎之间的事情，但心里仍有一席位置留给乐宝，因为乐宝正为这个家尽一份力量，而且做得很好。爷爷认为乐宝是负责养家糊口的人。爷爷说完，还特意跟乐宝解释了一下，自己并不是因为在乐宝面前才故意这么说。乐宝，네 앞이라고 그러는 거 아니야? 네 등에 대고 얘기했으니까 진심을 얘기한 거야, 알겠지? 乐宝表示，奶爸别再夸了，自己都快不好意思了。一会儿乐宝回到家，乐宝调皮的和爷爷的相机玩起了捉迷藏。爷爷表示，乐宝这散发的魅力真是难以掩盖。乐宝在镜头面前摆着可爱。爷爷问乐宝为什么还不想睡觉，江爷爷又对乐宝不想睡觉这个问题和乐宝展开了探讨。爷爷表示，乐宝真是一个不成熟的爸爸。乐宝则表示不想听，埋头在奶爸怀里蹭来蹭去，和奶爸撒娇。一会儿爷爷走后，乐宝注意力放在了负责拍摄的饲养员身上，在镜头前尽显可爱。等爷爷一回来，乐宝就又将头藏了起来，因为江爷爷又来对乐宝唠叨了。乐宝表示自己不想听，奶爸再说下去，可能自己就真的困了。下一秒，乐宝就开始打哈欠了。爷爷的唠叨看来是有用的。二宝听到自己要去妈妈身边，激动地发出了狗叫。爷爷解释道，这是二宝在和姐姐说再见。二宝的气势拿捏得很是到位。大宝回头查看，问妹妹有事没事。大宝将头搭在二宝身上，试图安慰妹妹。大宝很有当姐姐的样子。二宝来到爱宝身边后，爱宝给二宝喂完奶，母女俩便进入了梦乡。二宝抱着妈妈的胳膊，满满的安全感。爷爷看着二宝雪白的样子，喃喃道，二宝10天后应该会被妈妈舔成锅巴色吧。第二天早上，爷爷上班，发现大宝此时正在自己的大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。爷爷看着大宝的小手，示意大宝是在和姨姨说加油。一会儿，爷爷来到爱宝和二宝的房间，爱宝抱着二宝，宠溺的将其放在了自己的脸上。下一秒，爱宝给二宝一个折叠，看样子是想给二宝翻过来，但是吓坏了江爷爷，怕爱宝给二宝身子折断。爱宝对熊猫宝宝越来越随心所欲了。爷爷跟爱宝说道，就这样躺着甜甜蜜蜜的玩吧，我要起来了。下一秒，爱宝就将头枕在了二宝的身上。爷爷低头看了看手表，好像已经中午了。爷爷意识到自己该去给爱宝准备午饭了，而二宝则在妈妈身下翻来覆去，像极了不断在妈妈身旁不断刷存在感的小孩。不过很快，爱宝就被奶爸拿来的午饭吸引走了，只留二宝在原地。二宝试图给自己转过身去，躺在地上挥舞着四肢，旁边还立体环绕着爷爷的加油声。经过二宝自己不懈的努力，终于给自己正了对。爷爷称二宝为翻身高手。爱宝吃完饭后，回到二宝身边，开始为二宝喂奶以及舔舐屁股，帮助二宝排便。二宝吃饱后，爷爷来到二宝身边，问二宝吃饱没有，结果爷爷手一碰，二宝就倒了。爷爷立马跟二宝和爱宝解释道，这可不是自己推的哦，是他自己倒的。歪倒的二宝就这样安静地躺在地上乖乖趴着。爷爷检查了一下二宝的肚子，看到隆起的小肚子后，爷爷便放心了。而这时爱宝发现隔壁又有新的竹子和小零食了，爱宝再次将二宝放在原地，自己去隔壁进食，而二宝则给自己蜷缩在了一起，进入了梦想。爷爷看着二宝的小手小脚上的毛发开始日渐茂密，表示其变成了毛拳头。等爱宝吃完饭，来到二宝身边，爷爷称二宝在妈妈怀里跑了起来，小腿不断倒腾，正在练习跑步。时间来到晚上，二宝和爱宝此时背靠背一起进入了梦乡。昨天是韩国姨姨假期的最后一天，假期最后一天，姨姨选择了去看福宝一家。这时福宝正坐在自己的小躺椅上，给游客们表演着吃播。福宝开心的仰着头咀嚼着窝头。看到福宝后，姨姨假期结束的失落感开始减淡。姨姨表示福宝是有治愈功能的。当姨姨第二次排队回来时，刚好遇到宋爷爷来到乐宝园区放置竹子。宋爷爷考虑着是将竹子放在小亭子上，还是放在小木床上。最后，宋爷爷将决定权交给了游客们。最终，竹子被放置在了小躺椅上。一会儿，乐宝来到园区后，迈着开心的步伐去寻找自己的竹子。乐宝从小亭子上路过，然后来到了小躺椅上。乐宝坐在小躺椅上后，拿过窝头便啃了起来。刚好小躺椅上还能享受到阳光的沐浴。乐宝坐在小躺椅上，惬意地享受完自己的窝头和竹子后，来到了树上休息。乐宝来到树上后，感觉空气都清新了。乐宝在阳光的沐浴下，小眼睛很快便眯上了。等姨姨第3次再来时，
遇到了福宝刚休息完，再次来到园区营业的样子。福宝正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福宝吃着吃着便躺了下来。福宝通常是怎么舒服怎么来。福宝头枕在小亭子的栏杆上，一个雄式葛优躺让福宝揽出了新高度。直到福宝觉得自己的肚子再也吃不下时，福宝将屁股蹲坐在剩下的竹子上，铲了2颗青团，然后来到饮水盆前喝水。而乐宝从树上晒完太阳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，给游客们展示了一下自己这双开门且傲人的身材。福宝则是去到了自己的小树上睡觉，怡怡则是反复排队，势必要看到福宝在醒来时的样子。最后福宝从树上醒来后，福宝直接来到了通道门口坐等下班点。而爷爷为了让福宝多待一会儿，给福宝送来了新的窝头和竹子。福宝有窝头后，表示自己就勉强在外面再多营业一会儿吧。而乐宝这也从室外园区回到了室内园区，但遗憾的是没有亲眼看到福宝回家时的样子，只看到福宝最后将爷爷给的竹子吃了个干净。天中午，姨来看福宝时，福宝正慵懒地躺在树上，此时是10点20分。刚才爷爷看福宝在树上无聊，便递给了福宝一根竹子。福宝接过竹子后，便趴在树上，将头架在树缝里，惬意地吃着竹子。福宝这又困又想吃东西的样子着实可爱。最后福宝索性坐了起来，打算将手里的这根竹子吃完后再睡。福宝坐在树上，细嚼慢咽地给上面的竹叶吃完。吃完后，福宝还在吧唧着小嘴，显然福宝有点意犹未尽。福宝对着竹子反复检查，最后还将竹子放在嘴里嗦了2口。之后，福宝才满意的趴在小树上睡去。观看了福宝迷离的吃播后，姨重新去排队，再回来时已经10点半了。宋爷爷这时来到室外园区，为福宝收拾福宝之前吃剩的竹子，以及放置新的竹子。爷爷看着福宝拉在小木床上的青团，陷入了沉思。爷爷没拿工具，索性直接用一个塑料袋将福宝的青团进行了打包。爷爷将青团收拾好后，继续收拾小亭子上的竹子。最后，爷爷带着竹子和福宝的青团一起离开。而与此同时，乐宝此时也正在室外营业。乐宝乖巧的坐在小亭子上吃着竹子。就在姨们疑惑乐宝今天居然没表演花活时，下一秒乐宝放下竹子就舔起了自己脚丫。乐宝依旧是乐宝，从来不让姨们白来，总会想办法让姨们觉得自己的门票钱是值得的。乐宝舔完脚丫后，又用自己干净的脚丫给自己挠了挠头，之后又给姨们表演了一下双臂回旋。乐宝抓着树干一个甩尾，潇洒的去到了树上，除了屁股对着姨们有点不太礼貌以外，并没有其他的不妥。乐宝来到树上后，便开始了自己的日光浴。早上将爷爷上班，工服都没来得及换，便来到园区看福宝。将爷爷给福宝的竹子放好后，便迫不及待地撸起了福宝。将爷爷摸到福宝后，心里满足了，开心的去换工服，让福宝在这儿乖乖等自己一会儿。福宝躺在滑梯平台上，翻身给自己挠着痒，慵懒且自在。福宝的皮套从小就这般松弛。一会儿，福宝先是等来了妈妈。爱宝来到园区后，爬到了滑梯上，和福宝一起玩耍。爱宝躺下后，完全霸占了整个滑梯平台，福宝都没地方待了。于是福宝爬到了妈妈的身上，福宝被妈妈的尾巴吸引了注意，毛茸茸的尾巴，福宝一口就咬了上去。福宝还嫌尾巴位置不好，给妈妈的尾巴揪了起来。福宝手上抱着妈妈的尾巴啃咬着，丝毫没有留手的迹象。而窗外围观的姨们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福宝这古灵精怪的样子，妥妥熊猫界的小魔童。爱宝出手制止福宝，表示福宝再咬下去，自己的尾巴都快秃了。福宝放开妈妈的尾巴后，转头去咬爱宝的胳膊和手掌。好在福宝的精力也是有限的，福宝折腾了没一会儿，便放开妈妈，慵懒地躺在了树上。而与此同时，宋爷爷和圣熙阿姨正在为乐宝制作小惊喜。宋爷爷将一块胡萝卜雕刻成了鲜花的样子，然后再用竹子当点缀，一个美丽的胡萝卜竹子鲜花便完成了。之后，宋爷爷和圣熙阿姨对乐宝的小亭子进行收拾，并放置了新的竹子。一会儿，乐宝来到园区后，径直来到了小亭子上。乐宝开始并没有发现小亭子上的胡萝卜鲜花，而是直接拿起宋爷爷放置在小亭子上的大块胡萝卜和窝头啃了起来。大块小零食吃起来更过瘾。而福宝这儿，将爷爷换完工服，再次来到福宝园区，将爷爷仔细检查着福宝身上的上上下下，查看福宝身上有没有被竹子划伤，以及看看福宝有没有换牙。一会儿，将爷爷还拿出手机，对着福宝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进行了拍照记录，任何一个细节将爷爷都不放过。而福宝也很听话，一直配合着爷爷。